唐君业笑着，就是妈一把年纪了，就不要到处乱跑了，让小辈们担心。老太太故作瞪着儿媳妇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我才没有乱跑，我现在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吗？都没有跟着彤彤跑去君家报妍妍呢。唐君业不客气地戳破婆婆的谎言，不是妈每次过去总想偷人家的孩子回来，被君家拒绝你登门拜访了吗？老太太老脸涨得通红，宁云初忍不住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云初，陪奶奶出去散散步，散散心，奶奶被你大伯娘气得心情不好了，自己没有生个女儿给我当孙女，我喜欢人家的孙女，你还说我。唐君业捂着嘴笑，妈自己都不生个女儿，好意思怪我，是我们不想给你生孙女吗？是你们占家的风水问题，严重怀疑咱们家的屋子祖坟都恰好选在了和尚的，专生儿子，生了女儿就养不活。大师说不是风水问题的。老太太小声嘀咕着，她不好再抱怨儿媳妇，拉着宁云出屋去。出了屋，老太太仰头望着头顶灰蒙蒙的天空。今天不是好天气，天不蓝，云不白。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小雨，可能下午就开始下毛毛雨了，气温又开始下降。再怎么降也不会下雪，挺想看雪的。云初，要不咱婆孙俩现在就坐飞机去北方的冰天世界玩好不好？宁云初，奶奶，您老不怕被骂，我可怕了。你的儿子儿媳会骂我，你的孙子们会骂我，我会被骂个狗血淋头的。冰雪大世界太冷了，就是他年轻人看着那里的温度都不敢去，他们管成人去了那里回来绝对会感冒的。怕什么？有奶奶在，奶奶会帮你分担一点的。他们敢骂你，奶奶就骂他们。老太太像个孩子似的拉着宁云初的手，好云初，好吗？陪奶奶去看雪，你想想，还能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玩这些，一下子就能让自己的心态年轻几十岁，是最好返老还童的方法。宁云初边走边拒绝，奶奶可以找别人去，我是不敢的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让老太太出门，怕是明年3月都见不到老人家的身影。老人家身体再好，年纪都大了，他们不敢让老太太再到处跑，除非看不住，被老太太偷偷摸摸的离家出走。胆小鬼，你的胆子咋变得这么小了？老太太用着激将法。宁云初淡定地道，我就是胆子小，咋就不能变得胆小？我现在有老公当靠山，不是一个人了，不用万事都自己冲锋喊阵。我变得软弱一点，胆小一点，怎么就不行？老太太还在奶奶这里秀恩爱了，你找海童有事吧？老太太笑眯眯的，你奶奶我有火眼金睛，能洞悉人心的，也没什么事，就是跟她聊聊天呗，说说龙太太和我那个妹妹是不是同一个人呗。是不是同一个人？老太太装着很感兴趣地问道。事实上，这种小事情吸引不了老人家，不过是找个话题和孙媳妇聊聊天而已。我觉得是同一个人。他们还找了个西贝货，假冒宁思琪，然后龙太太也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想打消我的怀疑。他们的目的似乎是海童，不过是我对宁思琪最了解，他们不得已将我带了进来，只有让他打消怀疑的念头，海童才不会怀疑，因为他和宁思琪是亲姐妹。我就想和海童说说，分析分析，感觉他们在背后下的棋也大。不着急的，他们不着急，我们也不着急，所以我就今早再过来，没想到海童出门了。宁云初颇是羡慕的，我也想休假，带个孩子出门玩，可惜我没有外甥，他有妹妹，不过宁思琪未婚未育，所以他还没有外甥。就算宁思琪将来嫁人生娃了，怕是也不会让娃和他这个大姨亲吧。海童和洋洋的一生感情，宁云初是羡慕，但盼不来的。人不同，命不同，
运不同，他自己都还没有孩子呢。放年假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出去旅游度假，放松放松，等洋洋回来。你们也可以跟海玲商量，出门时带着洋洋出去热闹点。不过我想老二不乐意，洋洋就是一盏超级亮眼的小灯泡，战印都不乐意带着他呢。老说他是小灯泡，只是海玲不在管城，洋洋只能跟着他小姨。战印爱屋及乌，只能宠着洋洋了。真让他选择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会选择和海童过两人世界的。别说是外甥了，就是自己的亲儿子，估计为了过两人世界，战印也能将亲儿子扔给长辈带着，别影响了他和海童恩爱快活。倪云初笑了笑，他其实很喜欢孩子的，他的笑容很快敛了起来。他娶了我这个药罐子，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当爸。老太太不喜欢他这样说自己，停下来看着他，严肃对道：云初，奶奶可不喜欢你这样说自己。什么药罐子？你才不是，你那是被害、被算计的，以后可不许这样说自己。程医生说帮你调养2、3年，你就能当妈妈的了，又不是真不能生。就算真不能生又如何？只要你和老二是真心相爱的，一辈子就夫妻俩一样幸福。咱们家没有那种思想，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宁云初很感动，他觉得是他亲爸在天上保佑着他，让他幸运地得到了老太太的青睐，撮合他和战一晨，才有了今天的幸福。他身体有毛病，战家不嫌弃他，他还瞎了10年，战家依旧不嫌弃。婆婆说过的，只要他会花钱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奶奶，我以后都不会那样说自己。奶奶说的对，我又不是真的生病，我是被坑害的。宁云初悄悄地揉擦一下眼角，他是不幸的，有一个不爱他的亲妈，亲妈待他都不如一个后妈呢。亲爸在他2岁大就被害死了，他在亲爸亡，亲妈恨，千方百计想害死他的环境下长大的。他又是幸运的，认识的人都很好，嫁的男人也体贴，婆家长辈开明。如今他的人生感觉像开挂了一样。去那里坐下来，咱们婆孙俩慢慢聊。老太太指着不远处的凉亭说道。倪云初温顺地应着，他扶着老太太走向凉亭。进了凉亭，坐下来后，老太太拉着倪云初的手，慈爱地道：云初当战家的少奶奶，压力很大吧？你们不管做什么，都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做得好，没有几个人会夸赞你；做得不好，无数人会指指点点。你们的隐私做得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外界的人窥探去，然后胡编乱造一番，能为他们带来很多阅读量，却会为你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及烦恼。倪云初抿了抿嘴后说道：奶奶，我感觉还好吧，一开始的确是有压力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个瞎子，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一晨，别人在背后说什么，若是传到我的耳里，我表面上云淡风轻的，心里却难受得很，就像彤彤婚后1年都没有怀孕一样。她心里着急，压力也大。宁云初现在是能理解和体会到海童当初的压力的，那种压力是无形的，她现在还没有那种生子压力，但是最初的时候她的确是有压力的，就是她和老太太说的那样，她那时候还是个瞎子，看不见，她表面上装得再好，内心里也还是有着自卑的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她还不会自卑，虽说她那会儿是个盲人，但她还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创了业，开了一家花店，收入还算过得去，而且提前布局，在送继父和亲妈进去后，她成功地掌控了宁氏企业。事业上的成功让她找回了一点自信，但她的对象是战一晨，战家的2少爷。战一晨与战印相比并不差，在战氏集团也是任职副总裁一职，他的身份地位背景都带给宁云初很大的压力。
他的那点事业在战一晨面前也是不够看的。别说他瞎了，就算他没瞎，以宁氏的家产，在千亿豪门战家面前也不够看。这无形中就带给他很大的压力，让他产生了自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战一晨。别人也是这样说他的，就连他的亲姑姑都跑去婆婆面前说他是个瞎子，配不上战一晨，说他连想给战一晨做顿饭都做不来，也照顾不到战一晨，反而要战一晨照顾他，他会拖累战一晨的。以战一晨的条件，他可以娶一个更加优秀的、身体康健的女孩子的，但是战一晨却以他的真情打动了他，让他撇开了一切，不顾一切地接受了他的感情。为了治好他的眼睛，他也付出了很多，跑去求成医生时没少挨君四少的白眼。他也是天之骄子呀，但为了他，他可以放下所有身段，低头求人，哪怕受了白眼，差点被君四少打出门去，他也不放弃。小姑姑也劝他，若是真的爱战一晨，就接受他，不要错过了战一晨，否则他会后悔的。战家的男人不论是排第几的，他们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对待感情也是一样的态度，专一痴情，不动心则已，动了心便是一生一世。我理解的，谁叫咱们家名声太大。老太太心疼地拍了拍宁云初的手背。宁云初笑笑说道，奶奶，我说的那是以前，现在我可没有压力，也不再自卑。以前我觉得一晨选择我，那是我走了狗屎运，现在我是觉得我肯定有优秀的一面，才会让奶奶看中我，撮合我和一晨在一起。奶奶只是给了一晨一个目标，一晨要不要追求我，那是他的事，他选择了行动，选择了来了解我，与我培养感情1年的时间，我也相信他是真的爱我的，所以我找回了自信。不仅仅是我现在重见光明，还因为我觉得我配得起一晨的。是我现在和一晨也还有很大的差距，首先就是学历问题，我16岁就陷入了黑暗中，长达10年之久，未能完成高中学业，更别提上大学了。不过我不会止步于此，过了年我就打算去报名重新学习，只要我努力，总能拿到大学证书的。宁云初说到这里顿了顿后，又说到欲戴王冠，必先承其重。我既然选择了嫁给一晨，就要做好心理准备，面对一切的非议及压力，我能承受得起。至于孩子的事，一晨也清楚我的身体原因，他说先过2年2人世界，不着急生娃，哪怕他很想有个孩子，既然他愿意等我，我会按时服药，调理好身体的。再说了，生孩子是我夫妻俩的事，与外人何干？我又不是给他们生孩子，我生孩子他们又不帮我养，我干嘛要在乎别人怎么说？只要一晨愿意等我就行，他是我丈夫，与我过一辈的，他都不在意，我何必去管别人怎么说？宁云初自认抗压能力比海童更强一点，因为他瞎了10年，面对的匪夷比海童更多的，战印足够强大霸气，他护着海童，虽有不少匪夷，但鲜少有匪夷会传到海童的耳里。就是大伯娘的娘家着急，唐家的老太太还给了大伯娘一张治不愈不孕症的药方呢。有战印在，唐家人不敢到海童面前说上半句话，就是大伯娘在海童面前也是陪着笑脸，小心翼翼的，生怕给海童添加了生孩子的压力。海童熬过来的，现在她怀着身孕，在战家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宁云初相信自己在2-3年之后也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的。老太太看着宁云初的眼神既慈爱也带着欣赏，不愧是她相中的孙媳妇，转弯转得快，不会一味的钻牛角尖，心态很重要。她慈爱地道，云初你能这样想，奶奶很开心，也放心了。
你这样想就是对的，你不必在乎外面的人说什么，只要一晨没有意见，你们夫妻俩想什么时候生孩子都可以。就是奶奶一把年纪了，其实也还会有人在背后诽议奶奶的，说奶奶霸道专制，管着孙子们的婚姻大事，不给孙子们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。老太太笑，我管他们说什么？孙子是我的，个个都经我手带大，是我和他们爷爷花了不少心血培养出来的。他们什么脾性，适合什么样的女子，我比他们都清楚。我只要我的孙子们幸福，给他们安排的妻子人选哪一个差了？别人总说海彤配不上阿印，海彤嫁进来才多少年，现在看看海彤的能力，她就真的配不上阿印吗？老太太向来偏爱海彤，她说道，我是很感激海彤的，感激她嫁给了阿印，否则以阿印那副臭脾气，说不定真要打一辈子的光棍呢。人家大师都说了，阿印和海彤有一辈子的夫妻情，他们那是前世修来的福，我不过是顺应天命，撮合他们在一起而已。老太太是不承认自己当初怎么威逼利诱战印娶海彤的，不过她给孙子们挑选孙媳妇时，的确只有海彤是不考虑任何因素的，只知道海彤是战印唯一的姻缘，错过了两人都有可能一辈子单着。还好海彤不差，越来越优秀了，配得上他最看重的宝贝长孙。小夫妻俩感情有多好，不用他老人家再说，整个管城的人都能看在眼里。宁云初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来电打断了两人的闲聊。他拿出手机看来电显示，对老太太说道，是一晨打来的。老太太笑道，肯定是忙里偷闲想你了。宁云初的脸染上了红云，老太太说话那是大胆得很，得亏她嫁入战家有一段时间了，也了解老太太是个老顽童，对于老太太的调侃，她也就红了红脸，不会像以前那样羞得想钻地洞。可能再过一段时间，她的脸皮能练得更厚，面对奶奶的打趣，她可以做到脸不红气不喘呢。宁云出街听了丈夫的来电，老婆，你不在家里了吗？去哪里了？战逸晨问道。我在家里啊，你看监控了。宁云初知道屋里的监控，丈夫时不时会看上两眼。你不忙吗？她笑问，还有空看监控？战逸晨老实的道，忙呀，忙死了。刚开完会，回到我的办公室里，又有堆的小山高的文件要处理。我渴死了，给自己倒了杯水，趁着喝水的时间看了两眼监控，想看看你的，结果没有看到你的身影，以为你出去了。老婆不在屋里，应该是去了大嫂那边吧。我和奶奶在院子里聊天，彤彤带着洋洋跟着几位老前辈一起去了风尘山庄。她跟海彤最熟，在婆家，不是陪着丈夫，就是和海彤在一起谈天说地。乔涵这个准妯娌离得远，而且乔涵的性子偏冷，宁云初和乔涵暂时还不算熟悉，聚在一起能聊的就是生意上的事。奶奶没有说我坏话吧？听到老婆和奶奶在一起聊天，战逸晨笑着问了句，深知奶奶最喜欢在他们心爱的人面前吐槽他们多么的不孝顺，又会说他们小时候的糗事。总之，奶奶为了能拉近与孙媳妇的距离，孙子什么糗事，他老人家都能翻出来取悦孙媳妇的。对于老人家来说，孙媳妇是比孙子重要的。哎，谁叫他们兄弟多，愣是没有一个姐妹呢？孙子多了不值钱的。没有，奶奶没有说你的坏话，不要把奶奶想的那么嘴碎好不好？宁云初边说着丈夫，边看着老太太笑。老太太故意高声说道，云初，我告诉你，老二小时候最喜欢尿床的了，5、6岁了，有时候都还会尿床。他总是说在梦里去找洗手间，找呀找呀，找到了就赶紧尿尿了。奶奶，战逸晨在电话里急吼吼地叫喊着，奶奶，我
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。战一晨为自己辩解着。好吧，他是兄弟当中尿床次数最多的，其他兄弟一般会走路会说话后就不会再尿床，他们睡觉之前上了洗手间就能一觉到天亮，不像他睡前要喝水，喝了水又不上洗手间，所以就会经常半夜3更尿床。但就算5、6岁了也还是个孩子呀，又不是15、16岁还尿床。宁云初已经笑了。老太太一本正经地道：奶奶说的也是事实呀，你应该也记得的。哈，老太太说到后面自己忍不住放肆地笑了起来。那边的战一晨恨不得顺着无线电波爬过来捂住奶奶的嘴。奶奶就是故意的，叫你不相信奶奶，叫你怀疑奶奶说你的坏话。奶奶要是不说一说你的糗事，都对不起你的怀疑了。战一晨，奶奶，我错了，我已老实，求高抬贵手，给我留一点颜面。老太太哈哈地笑，你小时候的糗事也就这一件事，让奶奶记忆犹新，其他的糗事奶奶暂时还没有想起来。奶奶可不止你一个孙子，孙子太多，小时候又都出过糗。不过你再问的话，奶奶可能就会想起更多你的糗事。不问了，不问了，奶奶想想我大哥或者弟弟们的糗事吧，不要再想起我的了。战一晨真拿奶奶没办法，一把年纪了，记性还那么好，20几年前的事，老人家都说记忆犹新。老太太笑道：你大哥和弟弟们又没有惹我，我干嘛去想起他们的糗事？你大哥的糗事最少了，他从小到大都是个好孩子，优秀得很，是我和你爷爷的骄傲呢。战一晨，奶奶，我要和我老婆说甜言蜜语，我又没有抢过手机，不打扰你们夫妻俩说甜言蜜语，只要你不大声嚷嚷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听力受损，是听不见的。战一晨在心里腹诽着才怪呢，他刚才问老婆话时说的也不大声，可是奶奶还是听见了。奶奶的耳朵尖得很，像兔耳朵似的，总是高高竖起，夸他老人家的话他就像听不见似的，但只要一说老人家的坏话，他准能听见，还听得清清楚楚的。话说他刚刚的话也不是坏话，就是清楚奶奶的性子，知道奶奶会在云初面前说他什么什么的，他本能地问了句，结果就惹毛了老佛爷，被曝了儿时尿床的糗事。宁云初还是向着自家男人的，他说道：你工作忙，先做你的事，我陪奶奶到处走走，散散心。奶奶刚才被大伯娘对了一句，老脸都红了。战一晨在电话里笑得很大声，不过也识趣的没有问大伯娘对了奶奶什么话，免得奶奶报复性的爆出她更多的糗事。结束了通话后，战一晨放下手机，端起了咖啡杯，喝了几口咖啡，还没有放下杯子，就听到敲门声。他沉声应着进来，办公室门被推开，进来的人是战一阳。见是老四，战一晨慢条斯理地放下了咖啡杯，似笑非笑的：今天吹什么风呀？能把你吹到我这里来？哥，你这样说太伤我心了，我可是你的亲弟弟。战一阳走过来，自顾自地在一晨的对面坐下来，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呢。战一晨呵呵2声，你是有事才是亲兄弟，没事的时候鬼影都见不到一个。老七还会时不时来看看我这个亲大哥。2房3子便是2嫂、4嫂和7少，都进入社会了。老七年纪还轻，正在磨练中，经常还会犯错或者遇到困难，就得向哥哥们求助。不过老七一般都是向老五求助的居多，老五解决不了才会向亲二哥求助，老四都不行就找到战一晨这里来，等于是一级一级上，需要找到战役那里去时，那就是大事了。老七过来那是有事相求，没有办法解决，我想大哥也不想老七老师过来吧。
战义阳看了亲大哥的咖啡杯一眼，问道：“还有咖啡吗？我想喝一杯。昨晚没有睡好，精神状态不佳，得喝咖啡续命。”战义臣审视了弟弟一番，蹙了蹙眉，问他：“你去做贼，黑眼圈那么厉害，想什么呢？不好好休息，小心未老先衰。你老婆还没有呢，奶奶给你安排的，你自己不喜欢。茶水间里还有。”战义扬起身走开，片刻后他回来重新坐下，边喝着咖啡边说道：“我对杜小姐实在没有爱意吗？又不是我刻意否定奶奶给我安排的，我也尝试了几个月，发觉就是不爱，能有什么办法？不爱就不娶，可不能毁了人家的女儿，浪费人家的青春。说吧，又有什么狗屁事来找我帮忙？”战义扬嘻嘻的笑：“哥，你别这样说嘛，我就是闲的蛋疼，过来跟哥说说话，不行吗？”战义臣直接扔给他一堆的文件，闲的蛋疼，就帮我处理完这些文件。你哥我累死累活的，忙得团团转，连给你嫂子发条信息的时间都没有，你居然闲的蛋疼，简直就是犯了兄弟众怒。他们几个哪一个能闲下来的？个个都忙得脚不沾地的。老四还说自己闲的蛋疼，不就是犯了众怒？战义阳：“哥，我说错话了。”战义臣瞪他：“老四被瞪得投降，就这么多了哈？这些都是。”战义臣好不容易抓到个壮丁，不好好奴役一顿，都对不起自己。他当即就端着自己的咖啡杯起身，给战义阳腾位置。虽说战义阳不在战氏集团总部上班，但他也负责着一些事务，打理着几家子公司的。而且战家的男儿只要踏入社会后，都要求熟悉战氏集团的经营情况，必须要做到独当一面，就是他们随便一个上位，都能撑住战氏集团，哪怕他们平时并不在战氏集团总部任职。故而战义臣抓弟弟当壮丁，让战义阳帮他处理文件，对战义阳来说并不是难事。他清楚总部的每一个项目，每一件事。这么多呀！战义阳叫了一声。战义臣没好气地应着：“你以为我们平时很轻松？就你清闲，我和你大哥都忙得脚不沾地。我也不清闲呀，我也很忙的。我没见着你忙，他又不在总部上班，哥哥们当然看不到他忙，都怪自己嘴贱，刚刚说自己闲得蛋疼，直接说目的不好吗？大哥更累。”战义臣说道：“大哥是战氏集团的核心，虽说小事情不用大哥过问，但是大事情也多呀。战氏集团那么庞大，每天需要大哥处理的事情多得很，还有开不完的会议，时不时还需要去应酬。未婚时，兄弟几个应酬到深更半夜，那是常有的事。战义以前深夜11点回家算早的了，结了婚，有了家室，他们才开始将重心放到家庭上，减少了应酬的次数，或者是缩短应酬的时间，也让小的弟弟们有更多的机会练手。战义阳不敢吭声了。战义臣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将咖啡杯放在茶几上，拿出手机给爱妻发信息。老婆大人回复得快，问他怎么还有空发信息。我抓了个壮丁。二少爷很开心地与爱妻分享这个消息，宁云出一个问号发过来，战义臣便打了2个字：老四。哥。战义阳在那边叫喊：“干嘛？”战义臣头都不抬，很不耐烦地回应着壮丁：“我二嫂有空吗？”战义臣抬头了，警惕的眼神扫着自家弟弟，防备地问着：“想让你二嫂帮你做什么？你二嫂眼睛还没有完全康复的，你没事少去麻烦她。奶奶在家里才是闲得发慌，你有什么事可以找奶奶去，或者回家找妈。”战义阳：“哥，我都还没有说出来，你就先拒绝了我，也太护着二嫂了吧。不过他的哥哥们个个都是宠妻狂魔，当弟弟的可能会被大哥揍，但是嫂子们
绝对是哥哥们的心尖宠，掌中娇。战一阳现在还没有追妻成功，暂时还体会不到宠妻的滋味。想了想，自己现在连狐狸的毛都还没有摸着，追妻追得异常艰难。若是有一天，他能成功抱得美人归，也恨不得将狐狸宠在心尖上。战一阳又理解哥哥们的宠妻行径了。战一晨冷哼着，只要是问起你嫂子，就肯定是有事相求，还有可能是我们当哥哥的不乐意帮你，你不得已去麻烦你的嫂子。知道他们当哥哥的宠妻，在哥哥这里碰壁，小子们就会找到嫂子那里去。战一阳，有没有可能是哥哥们都不擅长的，我才要麻烦我的嫂子们？大嫂去了风尘山庄，三嫂还没有正式过门，我跟她也不熟，二嫂是我嫡亲的大嫂呢，我有事麻烦一下我亲大嫂还不行吗？海彤是她大嫂，不过是堂嫂，倪云初才是嫡亲的大嫂。战一晨哼哼两声，你喜欢的女人，你二嫂不认识，连见都没有见过，你找她帮不到你半点忙，还是不要去打扰她了。有什么事跟我说也是一样的，我觉得你二嫂能帮到你，自会跟你二嫂说，不是狐狸的事，是萌宝的事。二嫂和萌宝认识，私底下应该也有来往，那个鬼丫头自来熟得很，跟我两个嫂子都好，感觉她很会抱大腿，是个厚脸皮的。战一晨在脑海里搜了好一会儿，才搜到萌宝这个人是谁。别怪他记性不行，他已经得到了大哥的真传，只要不是自家女人，其他人他都自动不记得，除非见过好几次才会有点印象。萌宝是银狐的徒弟之一，跟着银狐来游游山庄做客，跟战家的女人们混得很好，长辈喜欢他，平辈相见恨晚，是他为友。萌宝小姐是银狐老先生的徒弟之一，她需要抱谁的大腿，反而是咱们需要去抱她的大腿。她的大腿比你粗多了。知道她的师兄姐们都是什么身份吗？随便拎出来一个，都能将你战四少摁在地上狠狠摩擦。这小子都不会说话的，居然说萌宝小姐需要抱他们的大腿。战一晨不得不提醒一下自家亲弟弟，免得这小子惹毛了萌宝，得罪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大佬们。被整治的话，他和大哥都救不了老四。他就是觉得萌宝在抱大腿，不是抱他们的大腿，是在抱大嫂和二嫂的大腿，还有他的母亲以及大伯娘、婶婶他们，反正是战家的女性，萌宝都对他们特别好，让他们很喜欢他。奶奶待萌宝的态度如同看待孙女似的，知道奶奶是盼着有个孙女，失望了，现在又盼曾孙女，也不一定能如愿，但再盼孙女儿，也不能看到女孩子就当成孙女来疼爱呀。萌宝小姐怎么了？你惹人家了？得罪人了吧？想找你二嫂去帮你当说客？战一晨问着，把弟弟当成了爱闯祸的混小子。奶奶不过是安排你送人家回酒店2次，让你有空带着他在管城转转，吃咱们管城地道的美食，你就黑口黑脸的，那是奶奶看得起你，给你一个抱住银狐老前辈大腿的机会，你别不识好歹了。战一阳哥，你能不能听我说了，你再说我？你说呀，我又没有不让你说，嘴巴长在你身上，你想说什么就说，我又没有拿着胶布把你的嘴巴封起来，哥连珠带炮的说个不停，我都没有机会插嘴。战一阳吐槽着，亲大哥在别人眼里那是温文儒雅，温润如玉，只有他和老七当亲弟弟的知道，他们这个亲大哥呀，厉害得很。反正他和老七都挺怕大哥的，不管是大堂哥还是亲大哥，兄弟俩都怕。哎，他和老七呀，这辈子都会活在2位大哥的强势阴影之下。不过也有好处，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天塌下来都有哥哥们撑住。现在我不说了，你说呀。战一晨身子往后靠，朝弟弟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
还不忘提醒弟弟，记得帮我处理完那些文件，要看清楚，别乱处理。知道了。战义阳看了一份文件，并没有立即签字盖章，而是合上了文件夹，不着急处理。现在他说着其他事情，不能分心，免得闯了祸，被二哥扒皮。哥，我无意间发现萌宝和我狐狸有些小动作挺像的。战义阳总算说到了正题上，他是为了狐狸而来，能让他顶着哥哥们白眼跑过来问话的，也只有狐狸了。那丫头最近又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，他将管城翻了个底朝天，都发现不到他的踪迹。活了将近30年，战义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挫败的，狐狸那丫头却让他一再的尝到了挫败感。然后呢？你怀疑萌宝就是你的狐狸？话说，狐狸是不是上次找到公司来的那个女孩子？战义晨倒是还记得那个女孩子的样子，因为是来找自己亲弟弟的，他就记住了对方，是个娇俏佳人，脾气似乎有点大。仅一面之缘，战义晨是凭感觉觉得那个女孩子脾气有点大，要是感觉错了，莫怪是她。她擅长化妆易容，换了一张面孔，能伪装得极好。战义阳看到的狐狸虽说每次都是一个样子，喜好穿红衣，但从她的外号来看，就知道她擅长什么了。她只是没有用第二副面孔出现在她面前而已，大概是知道她向来不将年轻女孩子记在心里吧，所以她没有换第二副面孔，怕她不记得她。然后呢？你找你二嫂的理由是什么？让你二嫂去帮你试探一下。她又没有见过狐狸。战义晨起身，端着咖啡杯回到办公桌前坐下，与弟弟面对面的，这样说话容易些，不用大声嚷嚷的。不用，只要二嫂帮我约萌宝来咱们家玩，我在暗中观察一下就行。战义阳说道，这件事对于二嫂来说很容易办得到的。萌宝和二嫂也聊得来，关系不错。二嫂请他过来玩，他不会有怀疑，我才能暗中观察得到。战义晨说道，你这是看到女孩子都怀疑是狐狸变的吧？哥，你这话说的，她好像是狐狸精似的，还变身呢。那只是她的绰号，我不知道她真名叫什么，只能叫她的绰号。没鬼用，喜欢人家那么长时间，还偷了人家的东西，让人家3不5时找上门来，竟然连人家的名字都还不知道。战义晨毫不客气地拿话刺着弟弟，亲哥哥，鉴定完毕，换成二哥是他，也不一定就能知道狐狸的名字。那丫头嘴巴牢得很，撬都撬不开。